哎，上次我不唠我老公有多抠吗？追我的时候为了图便宜，在殡仪馆对面给我买束黄菊花，好全给我送走。其实我还没说完呢，他那抠事多了去了。我再给你讲一个他把俺俩婚戒卖了的故事吧。俺俩这结婚之前不得整对婚戒吗？婚礼上好换，就指这块掉眼泪的吗？但是走遍伦敦的这戒指都太贵了，他就开始动心眼了，跟我说：“你知道这个 Diamond Lasts Forever 就是钻石象征永恒这话，其实是商家的营销手段吗？”告我那永恒的东西多了去了，玻璃球、塑料袋、千年皮带、易拉罐，其实都能放住。你要非得追求这个成双入对的这个奖呢，咱俩可以养对王八。那我呢，我也俗人一个，那别人有的东西我拱拱也想要。他一看在我这不好使，他就只能在他自己这个戒指上抠。我都不知道他最后是咋找着的，反正在网上找着一个地址在东欧哪个国家的，用各种奇怪金属给人私人定制戒指的这么一个小网店，店主的名叫海豹的男人。就是我能接受说我货比三家买便宜的，但是像钻戒了、口红了、好的水和油了，那我也不能太缺。跟我相似心理的姊妹们呢，可以上实货，正品的大牌美妆比专柜便宜一大半。完，我老公给自己的戒指选了个材质叫钨，就为了跟我叫嚣，这才是世界上最坚硬的金属。反真便宜，49磅包邮。而且吧，他还跟这店主就这海豹的男人还讲了个条件，就是邮来的时候还赠送个服务，就这戒指里边还帮忙给刻新娘的名字。但是他这刻字是机器自动刻的，外国人名不长嘛，所以就机器是只选定这个名，他不打姓，一般就刻这个什么 Lucy、Sophie、Coco 啥的。结果咱中国人写名这个顺序不和外国人是反的嘛，他就直接把我姓打上去了。等了2周时间呢，我老公私人定制的这个钨戒终于到了，他一直憋着没跟我说，想给我个惊喜。结果戒指到的时候，他老兴奋了，把大灯都给关了，点的烛光，含情脉脉的跟我说：“这个戒指呢，不但坚硬，而且只写着我要娶的人。”结果他冲着我把戒指一反转，我一看里边写着张。我说：“你彩礼准备多少？你娶这么大姓啊你？还只写着我要娶的人，你把大中国你都娶了，还张。”我老公一看掉链子了，就赶紧联系海豹的男人。海豹男人一听，哎呀，说对不起，我没接触过这种姓上写到前边的呀，那咋整？再给你邮一个吧。我新邮了这个呢，又出岔了。这机器识别汉字的时候，把我的名给识别错了。这个错误举个例子呢，就是相当于把张彩玲打成了张彩锤吧，就是这字儿看着还挺像，但因为有错别字就不是我的名了。完最后这海豹的男人没办法，就赔本又给邮了一个，总算对了。反正最后俺家49块钱捞着仨婚戒。结果我老公这个抠人啊，居然想出了个损招，上他买戒指这网站上去卖戒指去了，就把前面这俩错戒指给挂上去了。标签是世上最坚硬的金属戒指，内侧有古汉语、东方哲学艺术刻字。那个刻张的那个戒指没有人来问，但是刻张彩锤那个居然有好几个人来问，其中有一个叫杰夫的男子。你知道国外有一种群体，就是自称热爱东方文明，一生追求仙丹好行，但是自己本身基础文化还有点不行。我身边就有这样的，就汉语一个字不认识，但是就是迷恋汉字的美，让艺术家往身上纹一排汉字。结果这艺术家也一个字不认识，可能是从车牌上随便选的字儿，结果身上写着一排京津冀绣京津。这杰夫就是类型的，哎呀，好奇灼热，来买的时候还问我老公，这刻的汉字背后有什么故事？我老公说的，好像就是哪个名人的名吧。但我心里还是过意不去。你说万一这杰夫也拿他当婚戒呢？那不最后等于带着个张彩锤去迎娶了别的女人吗？最后俺俩没管他要钱，就白给他了，让他回家自己琢磨去吧。结果过几天，杰夫神神叨叨给我老公发短信：“亲爱的杰米，谢谢你的戒指，我把这几个精灵般的小字背后的语言与文化深刻的挖掘了一下子。你可能低估了这个叫海豹的男人这位艺术家的灵魂厚度。我仔细查了一下，这个戒指中汉语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：我生而自由。”哎，你说外国人真像说的那样，不讲究孝道，不懂得惦记老人吗？我觉得吧，以我自己的观察哈，欧洲一些国家，你比如说意大利，那家庭关系还是挺近乎的。但是英语语种的国家，起码就我看着的大多数哈，确实是淡。大多数的孙辈对爷爷奶奶倒是客气吧，但是根本说不上什么惦记或者牵挂。那你说他们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们是天生的漠然，是血统的野蛮，还是人性经不起英伦美食的摧残？都不是。其实他们骨子里头也是渴望被爱的。你看我大胖媳妇自己亲奶奶中间名叫啥都忘了，那跟我爷我奶奶老铁了，因为她从来没被人像我爷我奶心疼她这么心疼过，一被疼找不着北了，也是个可怜人。我像爷爷奶奶。以前就我奶身体比较好的时候，特别爱给我老公包馄饨，就是我老公这边咩咩吃，我奶那边啪啪盛。
然后有一次我这大胖媳妇啊，自己造了4大碗馄饨，完告我奶奶，我吃了你4个碗，给我奶乐的哈，一整就在楼下跟那帮老太太搁那吹。哎呀，这小孙姑娘就爱吃我这碗馄饨，吃别的都不行，反正一吃我这碗馄饨，一整4个碗，那不给不行。从此哈，我老公每次在我奶家这小区出没，你就能听见楼下那帮老太太蛐咕咕，哎，4个碗来了，4个碗，哎，这4个碗这么胖呢，肚子上像顶4个盆。后来有一年假期，我们回铁岭，我奶呢就脊柱出了毛病，就是一动就淌一身汗，那假期基本就是瘫痪在床。那是俺俩第一次回到铁岭，没吃着我奶做的饭，完我以为就这样了呢，没想到我奶给我叫到她床边，她不起不来吗？她起不来，她枕头旁边她自己准备个小纸壳，纸壳上面放的她吃的馒头啥的。就这样，她还告我，就这2个月吧，她自己能感觉到自己越来越重，但还没有这么重的时候，她就天天寻思，就这回小姐没回来，是不是吃不着这4个碗了？完，她就能挺住的时候，就起来包馄饨，就真的一天包一点。现在冰箱冷冻里头全都是馄饨。我奶告我上厨房去给我老公下，要保证小揭秘还能吃着奶奶的4个碗。哎，我这大胖媳妇儿哈，你平时看她贱乎乎的，哎呀，在感情流露方面小硬汉，从来不哭。就我生孩子的时候，她第一次抱住她的女儿，居然整一个，你脐带挺硬啊，我差点没剪开，都没哭。但那天打开冰箱的冷冻哈，我真看着她的眼泪真是夺眶而出。完这2年呢，我爷爷开始有这么一点阿兹海默症的这个症状，我们都认为那这个病你也没办法。就我老公天天就磨着我爷，问他，你年轻时候风流倜傥的时候你都喜欢干啥？完我爷告诉他，我当年也拉过2个月二胡，后来因为就文艺队就跳舞领队那女的老冲我飞眼儿，完这活让你奶给搅黄了。结果我老公当天给我爷买了个二胡，说要刺激他大脑，刺激他回忆。我一听这思路基本就是《情深深雨蒙蒙》里边的可云疗法，就是拿往事刺激他，不要碰我的宝宝。我奶呢本来就失眠严重，这回可有戏了。但这事儿呢也有受益人，就他家隔壁有个老太太，脑血栓后遗症正在恢复期，就应该多出去挪动一下脚步。但这老太太呢就有点懒，不爱动弹。这回好了，我爷一拉二胡他就跑，给后遗症给拉没了。我估计就照这架势，明年能报名，这就是该舞。完上次我在伦敦的时候，不收着一个必胜给我的洗衣机吗？我大胖媳妇稀罕嘛，就说要给爷爷奶奶整一个。其实我都不用多说这玩意儿有多酷炫多高效了，一边吸尘一边拖地。干的垃圾走高效吸尘路数，湿的垃圾走吸入加脱净的路数，一趟下来各种品种的垃圾灰尘都搞定。关键是拖完地的同时，人家也就完成了擦干。老人在家也不用担心拖完的地滑容易拽。你看给我爷我奶乐的，我爷一会儿要拉二胡副歌一首了。关键是人家必胜干完活还能自己洗澡，你清洁液往里一倒，人给自己搓干净的。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我这大胖媳妇给自己摊上点事儿。就我爸帮我爷我奶安完这玩意儿，人撂话了，说的那怎么的？就我这姑爷对我这老丈人是怎么的呀？就我就不配拥有他的问候吗？